时年21岁的兰迪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拼尽全力发出了求救，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害的命运。事发后，警方在现场发现了极其惨烈的场景，兰迪身上不仅有枪伤，还有刀伤和化学物质的灼伤。而让警方更为震惊的是，凶手竟然拍下了整个施暴过程。那么究竟是谁对兰迪怀有如此深的仇恨？事情的起因又是如何？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该市位于佛罗里达州西部，临近墨西哥湾，常住人口约为26万，是皮尼拉斯县的一个城市。主人公兰迪出生于1990年12月13日，他是古巴人，自幼经历了父母离婚，8岁之前一直与母亲生活在古巴的贫民区。尽管成长在单亲家庭，但兰迪依然感受到了父母的关爱，母亲努力为他提供了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而父亲则为了他的未来发展前往了美国打拼。正是在父亲的努力和母亲的支持下，兰迪在8岁那年移居到美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接下来的10几年里，兰迪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从一个稚气的孩童蜕变成了自信开朗的年轻人。虽然尚不清楚他在这段时间的具体经历，但可以确定的是，兰迪在步入青春期后产生了性别困惑，逐渐意识到自己只对男性感兴趣。这一变化让他陷入了挣扎与不安，同时也激发了他探索自我的渴望。于是在2009年，19岁的兰迪独自搬到了佛州圣彼得堡市，并在当地一家养老院找了一份护理相关的工作。兰迪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圣彼得堡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兰迪有机会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次，当时兰迪还没有做好出柜的准备，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家人，因此在定居圣彼得堡的前1年，兰迪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情感倾向。直到2010年，一位名叫盖尔的女同事对兰迪产生了好感。为了不伤害盖尔的自尊心，兰迪才向外界公开了自己的真实情况。虽然不太清楚兰迪父母的反应，但是他的同事们都很支持，尤其是那位名叫盖尔的女同事，后来还与兰迪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He was bubbly, loved everybody, got along with everybody. Everybody loved him.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却在1年后遭遇了可怕的灾难。凶残的歹徒不仅剥夺了他的生命，还用手机记录了他遭到虐待的经过。2011年12月21日上午10点04分，皮尼拉斯县警察局接到了兰迪歇斯底里的报警电话，他用极度恐惧的声音大声呼喊求救，急促的呼吸中透露着绝望，显然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很明显，兰迪遇到了生命危险，但由于他没有提供具体位置，警方只能通过追踪来电号码，在一个大概的范围内逐一排查，这导致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直到近1个小时后，兰迪远在外地的室友亚兰达不知从何得到消息，主动联系了警方。警方这才根据亚兰达提供的位置赶到案发现场，也就是兰迪和亚兰达合租的房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遭到洗劫的场景，住所的后门没有关闭，门锁和窗户也遭到了破坏。客厅和餐厅的地上摆放了许多打包好的贵重物品，甚至连挂在墙上的电视机也被拆了下来。这一切似乎表明兰迪可能遭到了抢劫。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有了更可怕的发现。
只见浴室的地上和墙上遍布被水冲刷过的血迹，推拉门也因为碰撞脱离了轨道。浴缸里有几段沾有体毛的捆绑胶带，洗手台上还有一把尖刀、一桶清洁剂和一卷用于捆绑的布基胶带。但是兰迪的尸体并不在这里，而是出现在了隔壁的卧室。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全身上下湿漉漉地趴在了床边的地上，前胸和后脑各有一处枪伤，身上还有10几处刀伤。尸体旁边有2枚凶手遗留的手枪弹壳，一枚紧贴着耳朵，另一枚在右脚附近，正好对应了兰迪身上的枪伤位置。面对如此血腥复杂的场景，警方有些难以判断凶手的犯罪动机。一方面，现场存在抢劫的迹象，也就是客厅和餐厅打包好的贵重物品。从这些物品的数量和品类来看，凶手在搜刮时应该花费了较长时间，不像是故意制造的假象。最终没有拿走这些物品，应该是遇到了紧急情况，要么是听到了警方在周围排查的声音，要么是兰迪的报警打乱了计划。但另一方面，抢匪或小偷通常不会伤及人命，即便遇到特殊情况，也不太可能采取泄愤式的杀戮手法。所以凶手到底是为了钱财，还是出于报复，又或者是报复后顺便抢劫，再或者是抢劫失败后产生的报复，这就成为了当前无法解答的问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参与犯罪的凶手至少有2人，因为兰迪在报警时说的是他们要杀了我，而不是他要杀了我。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兰迪的手机去哪了？带着这个疑问，警方重新检查了整个住所。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发现尸体的床铺下面发现了一部 iPhone 手机。鉴于手机的位置较为隐蔽，且距离尸体很近，警方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可能是兰迪留给他们的证据。不过想要无损解锁 iPhone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通常需要得到苹果公司的协助，或者通过第三方技术手段。但不论哪种方式，都需要先申请相关手续，也需要等待数天时间。所以在此之前，警方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调查。首先就是寻找可能的目击者。通过走访附近的住户，警方很快获得了相关线索。有几位邻居表示，这天早上8点左右，附近出现了2名自称是杂志推销员的年轻男子，他们看上去有些可疑，不仅对推销的杂志并不熟悉，还会借机观察别人家的情况。还有一位邻居表示，曾在案发期间看到过另外2名匆匆逃离社区的男子。虽然这位邻居没有看清他们的样貌，但基本可以确定他们都是西班牙裔。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联系杂志经销商，他们确实找到了2名曾在兰迪所在社区推销杂志的男性推销员，但是他们在案发之前就已经离开社区，并且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所以很快洗脱了作案嫌疑。至于另外2名逃离社区的西班牙裔男子，由于没能追踪到他们离开后的去向，警方无法继续跟进，只能暂时放弃这条线索。案发第2天，兰迪的尸检顺利完成，警方获得了详细的检测报告。他的死因确定为枪击，身上的10几处刀伤均为非致命伤害，也就是虐待后留下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兰迪体内检测出了下水道清洁剂成分，眼睛、鼻子、口腔和食道均有因清洁剂导致的灼伤。这就意味着本案不太可能是谋财，更像是出于报复。因为只有对兰迪怀有强烈不满的人才会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兰迪熟悉的人。为此，警方找到了第2位报警人兰迪的室友亚兰达，他们想要弄清楚亚兰达身在外地为何会得到消息，还有就是了解兰迪的个人生活。亚兰达表示，兰迪最近结交了一位西班牙裔男朋友，名叫乔纳森，2人大约在3周前相识相恋，并很快同居，所以作为兰迪的室友，亚兰达自然也就认识了乔纳森。实际上，案发那天，亚兰达并不知道兰迪可能遇到危险，直到中午11点左右，他接到了乔纳森的求助短信，
这才得知兰迪从早上开始就已经失去联系。出于安全考虑，亚兰达通过手机查看了住所监控，准备确认兰迪是否在家。但是没想到住所内外的监控设备均已下线，这让他瞬间感觉不妙，于是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核实了亚兰达的说法，没有发现明显问题，这就让兰迪的男友乔纳森成为了调查重点，因为他是第一个察觉到异常情况的人，可能了解相关线索，也可能与本案存在关系。于是警方立即询问了乔纳森。乔纳森坦言，他与兰迪的感情并不牢靠，也没有完全建立信任，尤其是最近几天，兰迪的前男友何塞经常联系兰迪，并提出了复合的想法，这让乔纳森感到有些生气，也影响了两人的关系。鉴于这种情况，兰迪在案发前一晚表明了要与乔纳森在一起的决心。他利用手机的三方通话功能，首先在乔纳森的见证下拒绝了何塞，然后又向何塞介绍了乔纳森，宣布了他们的恋情。起初乔纳森非常感动，认为兰迪终于向何塞划清了界限，但是没想到仅仅过去了一个晚上，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变化。第二天早上8点，乔纳森给兰迪发送了一条问候短信，接着他就收到了兰迪提出分手的回复。兰迪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只是告诉乔纳森何塞才是他的真爱，他要回到何塞身边。一开始乔纳森有些不太相信，于是立即联系了兰迪，但无论他如何联系，兰迪就是不肯接听电话，这让乔纳森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感觉兰迪有些反常，似乎受到了某种压力，但另一方面兰迪也有可能是在经过一夜考虑后改变了主意。如果真的是这样，乔纳森再去纠缠兰迪就会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他就找到了兰迪的室友亚兰达帮忙，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发现现场也没有报警的原因。乔纳森的说法很快得到证实，他的手机中确实有兰迪发送的分手短信，手机位置也能证明他没有去过案发现场。不过由于乔纳森不认识何塞，很难提供他的具体信息，于是警方找到了兰迪的好朋友盖尔，也就是当初追求兰迪的那位女同事。根据盖尔所说，何塞是兰迪的第一位公开男友，两人在2010年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在同年10月开始同居。与大多数恋人一样，兰迪和何塞的感情最初非常亲密，甚至兰迪还见过何塞的父母。但随着热恋期结束，何塞的缺点开始逐渐显露，例如他从不工作，平时全靠兰迪的工资生活，还有他的性格非常极端，经常会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总之，兰迪和何塞就像是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处处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交往1年后，兰迪向何塞提出了分手。起初何塞坚决反对，始终不肯搬离兰迪的住所。最后经过协商，兰迪提出将自己的一辆崭新汽车无偿送给何塞，何塞这才勉强同意分手。当然，何塞并非真的想要分手，只是碍于兰迪的态度坚决，打算通过短暂分开缓和两人的紧张关系。然而没想到，何塞刚刚回到老家北卡罗来纳州，兰迪很快就传出了新的恋情，这让何塞感到非常愤怒。为了报复兰迪，何塞在接下来的几周经常开着兰迪的汽车四处违章，这给兰迪制造了很大麻烦。无奈之下，兰迪想出了一个诱骗计划，也就是假借约会为名，将何塞从老家骗到当地，然后再通过警方的帮助拿回自己的汽车。事实证明，这个计划确实有效，兰迪在案发前3天顺利拿回了汽车，但也因此得罪了何塞。事后何塞曾多次向盖尔表达过对兰迪的不满，言语中透露出了报复的意味。盖尔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很明显何塞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不过此时他已经不再接听电话，警方按照流程只能申请跨州协作，通过北卡罗来纳州的警方寻找何塞的下落。也就在等待的过程中，警方拿到了兰迪手机的搜查权限，并利用执法部门专用的3方软件成功提取了手机中的数据。结果他们发现了一段兰迪遭到虐待的视频录像。
只见他穿着一件白色 T 恤和蓝色底裤，颤颤巍巍地站在了浴室墙角，他的双手和双脚均已被胶带捆住，一边不断作揖求饶，一边不断诉说着自己的错误。然而站在对面的凶手并未打算放过他，具体可以参考这些施暴工具。虽然凶手在录制视频的过程中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暴露体貌特征，但是兰迪曾多次使用西班牙语说过何塞求你了，何塞我错了，何塞我再也不敢了等等这类的话。另外何塞的手机位置也证明了他在案发期间就在兰迪的住所，所以综上所述，何塞就是本案的凶手。2011年12月27日，案发6天后，警方在北卡罗来纳州警方的帮助下，以谋杀罪逮捕了何塞。Jose? Yes. You're going to need to explain that to us. How does that happen? Jose, it's time to tell the truth. Do you want to hear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my partner here. He's going to be playing something, okay? 911. Where are you? Jose, who was that? Landy. That was Landy. What was he doing? You going to be sick? Jose, did you hear Landy screaming for his life? Now's the time to tell the truth. Let's get this behind you. 在接近2个小时的审问中，警方通过强有力的证据逐渐削弱了何塞的抵抗意识，尤其在听到兰迪的报警录音后，何塞的焦虑和不安变得愈发明显，甚至出现了呕吐反应，这些都是即将坦白的征兆。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何塞的家人聘请了律师介入，警方迫不得已只能终止审问，失去了何塞的认罪机会，也无法从他的口中得知另一名凶手的身份。不过好在何塞的家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何塞的侄女玛利亚向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据他所说，何塞在案发前2天借用了嫂子的汽车，带着侄子里奥去了佛罗里达州，并在案发后很快从佛罗里达州回到了老家北卡罗来纳州。简单来说，就是何塞开着玛利亚母亲的汽车，带着玛利亚的弟弟去了佛罗里达州，这就意味着何塞的侄子里奥可能是另一名凶手。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实发现了相关证据。首先，里奥的手机位置显示，他在案发期间一直与何塞在一起，并且出现在了案发现场。其次，何塞驾驶的汽车方向盘上发现了兰迪的血迹，车座下面还有一副沾有兰迪血迹的手套。这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何塞的罪行，也让他的侄子里奥成为了事实上的凶手，法律上的无罪者。原因主要是里奥自带年龄 buff， 而且由于他的年龄，警方无法在调查期间采取监禁措施，这导致他在警方掌握间接证据之前逃离了美国。所以综合考虑后，警方放弃了追究里奥的责任。至此，本案的调查已经结束。虽然何塞没有承认罪行，但警方认为他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不满兰迪在分手后的一系列举动。首先是兰迪结交新的伴侣，这让何塞产生了嫉妒，所以采取了利用汽车违章的方式逼迫兰迪与新男友分手。其次是兰迪通过欺骗拿回了汽车，这让何塞产生了谋杀的想法，因为他不仅感到负荷无望，还失去了唯一的交通工具。于是在回到老家北卡罗来纳州以后，何塞隔天就带着侄子里奥返回了佛罗里达州，到达的时间大概在第2天下午。根据手机位置显示，他们在这天下午去过兰迪的住所和工作单位，但是不知为何并未在当晚作案，原因可能是舟车劳顿太过疲惫，毕竟从北卡到佛州需要10几个小时的路程，还有可能是兰迪这天下班太晚，他回家的时间大概在午夜12点左右。总之不管怎样，何塞和里奥在第2天早上7点闯入了兰迪的住所。至于两人的犯罪经过，前面已经说明，此处不再重复赘述。
咱们重点说一下何塞为何会用兰迪的手机拍摄视频录像。首先，兰迪和何塞在交往期间购买了2部相同款式和颜色的手机，而且手机壳也完全相同，外观几乎一模一样，很难区分哪部是兰迪的，哪部是何塞的。其次，何塞拍摄视频的时间晚于乔纳森收到分手短信的时间，这表明何塞首先回复了乔纳森的短信，然后又拍摄了施暴录像。考虑到何塞与兰迪的手机外观完全相同，加上当时何塞正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所以他完全有可能在回复完短信后误以为兰迪的手机是自己的手机，从而拍下施暴录像。当然也不排除何塞想事后拿走兰迪手机的可能性，但不论是哪种可能，何塞都没有将兰迪的手机放在身上，因为兰迪在某个时间节点，可能是何塞和里奥搜刮财物期间偷偷挣脱束缚，拿到了自己的手机，然后迅速跑到卧室拨打了报警电话。不过由于很快被2人发现，兰迪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被救的机会，所以他在何塞和里奥闯入卧室之前，快速将手机藏在了床铺下面，这也解释了为何他没有回答接线员的问题。很难想象当时兰迪内心是有多么的绝望。2016年7月，案发5年后，本案开庭审理，何塞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另一名凶手里奥后来被确定逃到了墨西哥，直到现在仍在逍遥法外。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期待下期见。